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G频道大马番薯日记之新加坡就职系列的第5集。那么今天的呢，如果你们是老观众的话啦，你们就应该有看过2集，对，是有关于到这间公司的。而由于今天呢，我也可能会讲到一些可能对他们觉得会很 sensitive 的东西，我不知道啦，只是可能我觉得有时候自己讲的东西，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回应啦，就在这边先做一个 disclaimer 啦，就是我这边所讲的东西都是我个人立场，我也不会提到公司的名字 ，OK， 老样子的，这整个系列的公司呢都不会提到他们的名字，就只是纯粹一个我个人想法。这一集哦，我最想探讨的就是，为什么我会去做一个我觉得我自己不可能会去拿的这样子一个 position 呢？好，老样子，现在先来讲一下我的那个时间线，也是一样啊，要做一些记录，因为真的是太久了。OK， 上一份工 Corporate Travel 4月30号是 last day 嘛，在4月28号的时候，其实就有收到一个 call， 是关于这个 interview 的。这一次哦，我则是彻底的转换跑道，从 travel industry 转到 bank and finance industry。会想要转换跑道原因呢，是因为我本身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就读还有选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那时候就在想说，如果是读 business 出身的话，为什么我完全没有做过关于 bank and finance 的工作？那个时候其实还在那个 cycle 里面的，就是我前几集有讲到的那个循环。再来就是也想到，如果是去做一些关于 bank and finance 的工作，工钱应该也是会很高吧？因为我跟你们讲了嘛，在这 cycle 里面哦，我一直盲目追求的就是钱这个东西，所以我还是往前看，决定了转换一下 industry， 从 trade industry 转到去 bank and finance industry。这个时间线是这样子的，我就在2016年的5月份吧，4月28号的时候收到 call，2016年的5月份我就已经面试成功，然后这份工作呢是需要考到一些政府认证的文凭，所以我在6月份的时候就去准备了这些考试，筹备了，报名了，然后也在2016年的7月份呢，我就一次过的 pass。考完了这5张 paper， 然后也拿到了 certificate。其实我就职的这个职位我面试的时候啦，它是叫做 Wealth Management Associate。到头来我去 interview 过后其实是一个 financial advisor representative 而已，只是名字上很 attract 我，然后我就去 interview 了。那么为什么我没有直接 reject 呢？等一下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这整个过程啊。那个时候的我啦，其实是不会往 financial consultant 这一块去的，但是我去了 interview 过后，可能被说服了，就想试一下。这样子我才会有机会踏入 finance industry， 也就是成为了一个合格的 financial advisor。OK， 拉回来跟你们讲一下这5张需要政府承认的 paper 是什么。这个考试其实叫做 CMFAS 考试，也就是 Capital Market and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 Examination。Financial advisor 又或者你的工作是有关于到一些 investment 的你都一定要去考的。这个是金融管理局规定的啦，一定要有的一个 certificate to 证明你是 qualified 的。然后我考的呢，其实我就只需要这5张而已。第一个就是 M5 Rules and Regulation for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 第2张呢就是 M9 Life Insurance and Investment Link Policy， 第3张呢就是 HI Health Insurance， 第4张呢就是 M9A Life Insurance and Investment Link Policy 2， 而第5张呢就是 M8A 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 2， 这个是有关于一些 investment related 的 products。那讲到白一点呢，其实也算是人们口中的保险佬。然后就在2016年的8月2号给了一个100块 submit 了 registration 给 MAS， 成功的成为一个合格有执照的财务规划师。但是呢，也就在短短的也是8-9个月，在2017年的3月份离开了这间公司。但我离开的原因呢，其实不是我自己讲要走的，他们觉得可能往好的方面想的话，可能就是因为觉得我在外面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所以就叫我要不要考虑重新去找工之类的。OK， 这个也是会跟你们分享。等一下，那现在呢，先吃个早餐 ，OK， 然后我就进新加坡，带你们去重游一些地方，老样子啊，就是跟前几集一样。到了那边我才会想起一些片段或者是一些记忆。Let's go。OK， 所以呢，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Kent Ridge， 就是这边啦。这边是去哪里的呢？ NUH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这边呢，就是之前我做 Financial Advisor 时常扎营的地方。我的 bag 还有什么全部都会放在这里。NUH Singapore。那么为什么我会来这边呢？
我来这边是因为一想到 financial advisor 这个 position 啊，我的脑海出现的就是 Lavender MRT Station、Kent Ridge MRT Station， 还有很多 MRT Station， 因为那些都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prospecting for customer 的地方。而为什么来到 Kent Ridge 呢？因为这里是最多医生跟护士的，就是比较 professional position 的 prospect 啊。至于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我这间公司是在哪里的话，其实上2集影片我都有讲到啦。总公司呢是在丹中巴嘎，就是我做的那个大型 travel agency 的对面，也就是那 corporate travel company 的对面，就这3间就是在同一个地方。然后我 under 的这个 group 它是已经搬去了一个新的 office， 所以那个 location 可能你们可以在另外2支 video find out。现在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到底是做些什么。你们看到吗？这边呢全部都是医生护士聚集的地方。这边呢是 Buona Vista， 现在要去 The Star Vista 之前我们在这里啦。有没有看到前面这个派传单呢？有时候我们也是会像他们这样子在那边 camp， 因为呢这里很好抓人。这边就只有一条路而已，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避开。然后有时候我们几个 advisor 就无聊嘛，就有点小坏蛋这样子啊。我们会看一下他们的表情，就去 approach 他们了过后，对吗？看他们给我们什么表情。所以这里呢也是其中一个我们是来做 prospecting 的地方，就是这里。超级怀念嘞！那时候我们几个还是小 advisor。虽然现在我不是 advisor 啊，然后他们现在过到怎样，其实我不懂。听说还不错。对了，来到这边我又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这边有跟一位新加坡艺人拍过照，那时候也是因为做 prospecting 的关系，所以就来到这边，就是在这边下面在这边下面跟他拍照，他就是徐正荣。我的朋友讲我跟他长得有点像，你们觉得呢？Wealth Management Associate， 讲白一点，其实就是 Financial Advisor Representative。那我在哪里找到这份工呢？我是在 Job Central 找到的。其实我本身是没有这个意愿要做 Financial Advisor 的，但是因为我在这个 Job Page 上面看到的东西啦，它是要请 Wealth Management Associate Program， 就把这个 position 优化了。所以说我就想，no harm to try， 因为其实我也不太了解它是做什么的，但是又是有关于到 finance 跟 banking 的东西。它里面的这个 position job scope 就是 Financial Portfolio Advisory、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Private Client Wealth Management、Succession Planning、Wills and Estate Planning， 还有就是 Group and Employee Benefit Consultancy。这个就一个很笼统的 job scope， 感觉上蛮 grand 的嘞，做的东西就投了这个 resume。So 就因为这样子的机缘巧合，我就遇到了我的这个前上司。基本上我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接触了这个 Wealth Management Associate。那先来讲一下这间公司它的 structure 是怎样的。我进了这间公司过后我才了解到原来 financial planning 不只是单单是 insurance company 而已，也是有这种 so called wealth management company 可以去卖 insurance 的。它的个体会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中立的，就讲有很多不一样的 insurance company 跟它合作 ，for example AIA 啊、NTUC 啊、AXA 啊、Singlife 啊这些就只有 Prudential 跟 Great Eastern 是没有跟它合作的。那其实在 join 他们之前我也是有 attend 一个 Great Eastern Advisor 的 recruitment event 但是到最后我还是选这个，因为我觉得如果我 join 这间公司的话它可以给到 customer 比较不一样的 suggestion， 因为它不会偏袒任何一间的 insurance company。基本上呢，在新加坡就是有几间屈指可数的，属于这种比较特别的个体的。我在的呢就是其中一间。So 我在那个时候做的东西它是有一个 process 啦。第一个，刚才你们有看到吗？我为什么跟你们讲我会在这个 MRT station 那边出现，就是因为我们要去 proceed 我们的 first step， 就是叫做 lead generation 或者是 prospecting for customer。做这个 financial advisory 的这一行基本上customer 你都是要自己去找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我们的 prospecting 呢？你可以 go for warm market， 就是你的亲戚朋友认识的人要不然就是 cold market。所谓的 cold market 就好像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在 MRT station 外面做这种 street survey cold calling 但这种 cold calling 的 lead 全部也是买来的。PDPDA 过后我们做这种 cold calling 的东西就比较严格一点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分这两个 market 要不然就是通过你的 existing customer 他们会介绍给你。所以我们在做我们的 prospecting process 跟 meeting customer appointment close 有一个 case 过后我们还会有一个 referral process 的，这些全部都是 under 他们的一些比较 professional 的 training。再来呢，第二样工作就是
schedule appointment， 就我们一定会找一天 schedule 差不多接下来的2个礼拜啊到1个月的 appointment， 我们要做什么东西，有 prospect 啊，我们就要问他们可不可以 try appointment 之类的。紧跟着有了 appointment 过后呢，就是去 meet customer、meet client， 做 financial planning 或者是做 financial health check。接下来呢，也是有需要做这种 admin job、paperwork， 他要买这份 policy， 要买这个 investment plan， 你要去 fill 什么 form 啊，这些全部都是自己一脚踢的。最后一样呢，几乎是每个礼拜都会做的，就是要有一个 group meeting for reflection 啊，然后 meeting for updates， 要不然就是 meeting for 一些 insurance company 或者是 investment company， 他们有什么新的 products， 有什么新的 update 之类的，全部都是在 group meeting 里面会讲出来的。还有最近遇到什么困难啊，也是会在这个 meeting 里面讲，就是跟 supervisor 有一个 one for one 或者是 group 的一个 meeting 这样子啦。大致上这个就是工作的范围。这整个工作范围跟在做一个 employee 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这份工啦，它是属于 self-employed， 没有任何一间公司是 employ 你的，你只是跟这个 financial advisory company 做一个 partnering 的一个 contract， 所以你签的那个合同并不是 employment 的 contract， 而是一个 partnership 的 contract 来的。也就是说，你自己也算是一个小老板，在经营自己的生意，所以你必须有这样子的 mindset 去 run 这样子的一个 business， 它的 concept 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就跟 for example 直销啊、property agent 啊、unit trust 啊、insurance agent 啊，都是跑这样子的 concept 的。讲白一点是这样子啦，但是有一些他们会不认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认同啦。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process 啊。而 career progression 呢，看你自己要往做 sales 为主，还是你要往招人进来做这种 overriding 的 process 而去升职之类的。就是通过这2种 process 来的，很多都是这样子，但是不可以否认的就是他们的 process 都是一样啊。虽然有时候至少也是会 argue， 就是讲property agent 跟 insurance agent 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那个 element 都是一样的。讲白一点，不好意思啊，可能白羊座比较要容易让你们知道，然后就很直接。而讲到薪水这一块呢，其实不叫做薪水，它叫做你的 commission 或者是 revenue。所以如果你讲薪水是多少，薪水是0。可是有一些 advisory company 啦，他们会给一些 so-called package， 就好像你的 first 6 months 的 package 每个月他会给到你2000块啊、3000块啊，而且是你自己选的，但它是有 TNC 的，就讲你一定要 hit 到 certain 的 target， 然后你才可以拿这样子 so-called 薪水，就有一点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感觉啦。讲到来还是要你自己去 close out case， 拿到 commission 来 cover 你的这些 so-called salary， 所以它不叫 salary， 其实它是叫 revenue 或者是 commission 来的。我在这8、9个月里边啊，因为其实我只做了8、9个月，就是 with 这个 group， 可能就来讲第1个月吧，就有 close out 一些 case 啊，也是通过一些 warm market。当然我在 advise 我的 so-called warm market 或者是 cold market customer 的时候我都是很用心的。如果你是我的 customer 或者是 ex customer， 你都知道，我会很多东西是很白的跟你讲，我也不会乱 advise 东西。就是第1个月其实就只有91块4毛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心理其实是很冲击的。你想一下，从一个2700、3000的薪水，下1个月就变成才90多块，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啦。那个属于我的心路历程，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解释。第2个月呢就比较好一点，有2000多咯，第3个月600多，然后第4个月2000多，然后接下来就是几百块这样子而已。这些地方啊，可费感觉的，像饭 toast 这样子的地方都是我们拿来做 appointment 的地方。这个之前不是 food court 的咩？这个变成了一个打 boxing 的地方啊。Anyway， 就是像这样子的地方啊，就是可以让我们坐下来，很好的跟 customer 讲话的地方。然后有时候啦，我们在做 prospecting 的时候如果他们 OK 的话，我们就直接拉他们来 appointment 了，就直接坐下来跟他们谈这样子。午餐时间吃McDonald's 是那时候我做 financial advisor 的时候吃最多餐的，因为还蛮便宜的嘛。那时候经济状况有点紧，所以呢5块钱一整 set McDonald's 是最划算的。现在没有5块钱啊，之前Filet O-Fish set 是5块钱的，现在已经取到6块6啊，越来越贵。